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第3期小白的测评，我是王炯。继上次咱们 iCO 的开箱之后呢，最近我是一直体验各种机械键盘啊。大家都知道，选机械键盘呢，肯定第一步是先选轴，然后再选外边的键帽啊、壳子啊之类的。今天呢，就不跟大家纠结机械键盘的发展史啊之类的了，就直击市场占有率90%的 Cherry 的最流行的4款轴体，黑、青、茶、红，直中要害。教一教大家怎么来挑选一款适合自己的机械轴体。希望本次视频是你纠结购买哪款机械键盘、什么轴体的最后一站。视频马上开始。首先，第一个登场的呢是游戏王者黑轴。我们测试的键盘呢是 Cherry 原厂的 G80-3800，这款键盘呢是 Cherry 入门级的键盘之一吧。卖的呢也是非常好。黑轴呢从触发键程上来说，键程比较短，直上直下一按到底，由上至下呢压力逐渐增大，回弹的力量呢也很大。压力克数上呢，黑轴触发压力呢是80克，这个就比较重了啊，非常适用于手重的朋友啊。黑轴呢是没有段落感的，声音上呢较轻轴呢就小了很多。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需要按到底呢就可以触发，也就是说可以蜻蜓点水的方式来敲击这个键盘啊。习惯这种方式之后呢，你会有一种给自己手指按摩的感觉。之所以适合游戏呢，就是直上直下的手感呢比较顺滑。如果你是个妹子啊，我就不推荐你用黑轴了，因为这个黑轴的压力克数呢较大，你无论是打字呢还是游戏，时间长了呢会使你的手指呢比较疲劳。第二个登场的呢是红轴。由于它和黑轴类似啊，我们就简单说一下。红轴呢可以看作是一个轻量级的黑轴，和黑轴是一样的，直上直下，没有咔嗒的声音，应该说是机械键盘里边声音最小的一个了。压力克数更小。红轴呢手感轻盈，同时呢能照顾游戏和打字。触发键程上呢和黑轴是差不多的，非常适合呢手劲比较轻的朋友或者是妹子。缺点呢就是没有段落感，也就是无法确认操作。对这个 RTS 爱好者的我来说啊，是不太喜欢红轴的。说到红轴啊，就不得不说一下咱们大天朝的自主轴啊，就是雷博出的黄轴。黄轴呢是仿樱桃的红轴的，手感呢偏软，也是直上直下，回馈呢较红轴呢明显一些，是没有段落感的。它呢比较灵敏，非常适合游戏。非常灵敏的坏处呢就是非常容易误操作。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价格便宜，黄轴的机械键盘呢较樱桃的红轴会便宜一大截。如果你想入手一个 Cherry 的红轴啊，预算又不够，国产的黄轴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下面一个呢是我个人的最爱了，青轴。测试键盘呢就是我们前2天视频中开箱的这个iCO 的 F104。青轴呢可以说是机械键盘的代表轴体了，特点呢就是压力小，段落感强烈，有这个明显的咔嗒咔嗒的声音啊。如果不考虑声音问题，青轴应该说是最全面的轴体了。如果你打算购买青轴，你所要考虑的问题只有一个，就是使用的环境。如果你在一个寝室啊，或者是在一个较安静的地方使用这种键盘我是非常不建议的，因为青轴咔嗒咔嗒的声音啊会非常影响别人。这块键盘的声音呢对使用者来说呢是非常享受的你在打字的时候有一种在使用老式打字机的感觉啊，咔嗒咔嗒的。但是对别人来说呢就是痛苦的折磨了。最后一个呢，我们要说的是茶轴。茶轴可以看作是一个轻量级的轻轴，号称最适合薄膜转机械键盘的轴。其特点呢就是有段落感，但是呢跟青轴相比没有咔啦咔啦的声音。我个人呢是不太喜欢茶轴的，有一点不伦不类，特点呢也不够鲜明。但是呢不得不承认，它呢能让你在最短的时间内适应机械键盘。在我个人看来呢，茶轴是最适合 RTS 游戏的。它呢有段落感，你按下一个按键后呢，段落感可以给你非常好的确认感。
同时呢压力又不是太大，键程又适中，适合那种可以瞬间标快捷键的快手啊。如果你要求更高，想让一个键盘适应于不同的场景，那么现在是一个私人定制的时代啊，什么都可以 DIY， 这些键盘呢也不例外。一个键盘上呢可以同时有很多轴，这个你可以去某宝上定制啊。回车键呢想要茶轴，我的字母键呢想要青轴，我的数字区呢想要红轴，等等等等啊，这个任由你定制，都是可以的。等一下，把最重要的事情忘了。就是给大家送福利啊，这个是我一个定制的一个键盘托，非常漂亮，是实木的。然后呢，当时呢它有几种木色可以选，然后呢还可以刻一个自己的 logo 或者是设计一句话。我这个是设计了一句话啊，本次福利呢就是转发我的置顶微博，就是本期的小白测评机械键盘的这期视频，然后艾特你的2位好友。我们呢就会在转发的朋友之中呢抽出1位，送出我们这个实木的键盘托啊，这个非常漂亮。到时候呢，我们会在我们刻这句话的地方呢刻上我们小白测评最新的 logo，欢迎大家积极转发，这个键盘托就是你的了。最后我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身边有朋友或者是离实体店不远，去现场感受一下这几个轴的感觉。感受之后呢，你可以进一步确定你到底适合哪一款轴体。确定好你想要的轴体之后呢，最重要的在我看来就是这个键帽了。这个键帽呢有不同的材质，有注塑啊、拉丝啊、热升华之类的，还有 PPT 材质。我这款键盘呢是 PPT 材质的，这上面的键帽的字母啊，上面键帽上的字母是几乎不会磨损的。购买的时候呢，你不用纠结太多，除了拉丝之外呢，别的工艺呢，它的质量呢都非常棒。购买的时候呢，你只需要问店家，我这个字母上的刻字工艺会不会磨损就可以了。一般情况下，除了拉丝之外，别的都能用个3、5、7年。最后呢，给大家普及一个概念啊，我身边老有一些朋友把这个无冲键盘和机械键盘搞混。机械键盘不一定是无冲键盘，薄膜键盘也不一定全是冲突键盘。薄膜键盘呢也有无冲键盘啊。机械键盘和无冲键盘是2个概念。无冲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可能在玩游戏啊，尤其是一些舞蹈类的游戏，或者是编程啊，一些特殊情况下，它可能需要你同时按下几个键。无冲键盘呢就会同时识别这几个键，全键无冲呢就是你同时按一下键盘上的所有键，它都会识别。我个人建议呢，如果大家没有特殊需要呢，是不需要购买无冲键盘的，因为它成本比较高，售价也很贵，平常呢大家是用不到的。所以呢，买一个平常的键盘就很好。全键无冲键盘呢，只是那些一些专业的游戏玩家啊，或者是一些专门的程序员使用。大家在平常使用啊，都是玩一些普通的游戏，或者是打字啊、写字。全键无冲键盘呢没有必要。本次视频呢就聊到这儿，希望对你呢有一定的帮助。如果你对我的视频有什么建议，或者是有什么质疑提问，欢迎大家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小白 MTX， 我在上面为你一一解答。也能第一时间了解我们小白测评的动向，欢迎大家私信吐槽。我们下期视频再见。